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告密、打小报告？中国人踩着别人一球上位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在这个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还会就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和朋友们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状态。一起文化出埃及。谈论中国人的和合性的最佳起点，用中国的烹调术做比喻是最恰当的。中国人之所以产生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烹调术，也是由于他们能够将天下种类繁多而气味各异的食材和合于同一碟菜肴中。如果将中国烹调术和西方新教国家，例如美国去比较的话，就会发现美国所能运用的食材佐料范围都小得多，而且一种肉或鱼往往只能配一种特定的蔬菜，相当的明文规定化。此外，肉是肉，菜是菜，两者截然划分开，彼此并列而不和合。因此，美国人的烹调术似乎也反映了他们的法治精神，各个个体之间必须存在用条文规定的关系，而且人我权限划分得相当清楚。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的烹调方式就明显地反映出和合性。甜与酸，苦与辣，腥与淡，可以彼此做阴阳调和。阴与阳调和在太极中的原理是，太阴中有少阳，太阳中有少阴。因此，中国的烹调术的特色在于相互渗透，而不在于彼此分割。而且，这种合二为一的相互渗透是时间多于理论的，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克服佐料的限制而进行公事公办的。与西方人的饮食习惯相比较，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似乎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西方人在进餐时是将食物先放在自己面前的碟子中，再从中进食，因此是十分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在进餐时则从共同用膳的公共盘中夹菜进食，而且还往往为对方夹菜，硬塞给对方吃。因此似乎在假定自己比对方更清楚其本人的饥饿状态，而且有权为对方决定吃多少。中国式的烹调术是用合二为一的原理去制造味的。至于中国人的人情味，也是用同样的原理产生的，也就是让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此，中国人对人的定义就是仁者仁也，也就是必须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人。这种二人对应关系就是心意的感通，唯有这种感通才能克服分离人与我的界限，造成一个包容人与我的感情磁力场。因此，中国人的个体并没有清晰明朗的自我界限。事实上，在日常待人接物的态度中，中国人就不喜欢过分地划清人与我之间的权利界限，这样做是会被认为很难看的。因此，如果双方一起吃饭，就会由衷地或仪式性地争着付款结账。中国人不喜欢在自己的亲戚朋友之间划分清楚的界限，但不认识的人就另当别论了。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只是很难看，而且是很小气、很自私、很个人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不会做人。笔者在美居住多年以后就会发现，有些美国人即使在自己选择的朋友之间，也是将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他们往往将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友情开始的时候就先搞得清清楚楚，以免在不知不觉间会做出令对方不愉快的事情，干扰对方的心情。因此，他们交友的方式是先小人后君子，其友情也多半维持在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状态。反观中国人的交友方式，则是尽量替对方着想，暂且不论是不是真心的，还是所谓的做人。既然双方都不喜欢斤斤计较，因此彼此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但是偶尔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因为人我界限不清楚，有时会踩在对方的脚趾上而浑然不觉。对方开始时会隐忍不发，口头上甚至还说无所谓，结果日久积怨，反而以君子开始，以小人结束。这种情绪充分地反映出，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没有也不希望有强固的自我疆界，他们宁愿让人与我之间相互渗透，彼此依赖。因此，中国人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这与西方加尔文教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刚好相反的。加尔文教强调的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是完全不肯帮助别人的，只是比起中国人来说，就相对罕见的多，而且他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由施惠者自己做主，而不是作为一种身不由己、反射性的、不经疑问的外加的承担义务。而且这种偶一为之的施恩，往往是作为自己对人有好感的一种表示，而不是替别人代劳。因为一，他们很怕被别人利用，认为别人过分的依赖自己就是一种剥削；二，自己过分的去照顾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对别人自主能力的一种侮辱，而且有用人情债去控制对方的嫌疑。因此，他们一般做人的原则是尽量少管他人的事务，在自己这一方则尽可能做到以依靠自己为主，除非万不得已不去求人，甚至还以开口向别人求助为耻。实在必须去打扰别人时，他们往往也会这样问：我能向你要求一个小恩惠吗？而且在事后总是要道谢。人我界限不明朗，在国内时也碰到少数这样的情形，对方未经你的同意，却用一点你没有要求过的小恩小惠强加在你身上，将你套住，然后要求你替他办事。在西方文化的原则是，任何不经自己选择的被强加于自身的事情，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来自外力的摆布。事实上，用人情债捆住别人的方式，确实是一种摆布。在中国人之间，既然有许多忘我地替别人服务的人，自然也会造成他们的对立面，那就是过分地依赖别人的人。因此，一方面是古道热肠，急人之所难，甚至是见貌变色，在别人还没有要求时，以替别人将事情办好；另一方面，则是连自己分内的事也不会做，一味地依赖别人，甚至还提出无理要求。例如，在别人很忙时、疲倦时、身体不适时，也浑然不觉地强求别人为自己办事。西方人有非常清晰的自我疆界，比中国人更习惯于向人回答不字，因此性格比较柔弱的西方人就往往只能把自己的问题藏在心中。在中国这个个体化不发达的文化中，既然强调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不是上帝只能帮助自助的人，因此单凭个人表现去决定自己应该得到什么，不应该得到什么的标准就比较难于维持。人们往往倾向于凭借自己拥有的一组特殊关系，比如亲戚朋友等，去获得自己想得到的事物，而不看他们是否应该去获得它。在人与我界限比较模糊的文化中，人总是要不断地与别人比较，才能确立自我的价值，而这种比较的重点又容易偏向于人与我在社会观众面前的地位的高低，而不是看自己内在完成的程度。因此，在一个个体化不发达的文化中，只要自己能够晋升，就不一定需要个人的发展，即使凭借特殊关系也没有所谓。事实上，在国内，一些凭借自力更生的年轻人也会受到有权有势的叔叔们的责备：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是不是见外？中国人的人我界限混淆不清，以及个人发展观念的不发达，也可以导致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将别人的发展当作是自己不能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说，自己不发展必须是别人的过错，为了保持大家都一样，就必须将别人也拉下来。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我出不了头，你也别想出头的产品主义心态。这种自己出头必须靠外力，自己不发展可以赖在别人身上的倾向，到了心术不正的人的手中，就会变成踩在别人身上来抬高自己，甚至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之上爬上去的作风。至于西方新教文化中每个人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得救的途径，是大相径庭的。人我界限不明朗，可以是一个人对违反自己利益的事以逆来顺受的态度来对待，认为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如果将程度加深，甚至可以使自我疆界完全消失，达到完全不顾自己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利的地步。这种逆来顺受以及多吃一点亏也无所谓的态度，却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因为一群连自己的权利也不清楚的人，是可以随便让外来的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因此，这种抹杀自我的倾向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精神与中国式的专制主义的共同基础。